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最近，荷兰的一艘军舰在黑海活动的时候，遭到了俄罗斯派出的苏-4苏-30战机的干扰。那么，干扰结果如何？这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兴趣。6月29号，据荷兰国防部发布的消息称呢，俄罗斯派出多架战斗机对在公海上航行的埃弗森号护卫舰进行了数小时的骚扰。苏-30战斗机挂载着反辐射导弹和反舰导弹，进行了模拟攻击。苏-4战斗轰炸机对该舰呢进行了电子攻击，导致后者舰载电子设备瘫痪了几个小时之久。如果这是一场实战，那么这一艘电子设备瘫痪的军舰，那么在俄罗斯军机打击下，就会变成活靶子。苏-4是一款老式的战机，凭什么呢能把美军和荷兰军舰搞到失去抵抗能力？这必须认识一下俄罗斯西比内电子战系统。这个系统呢，由布置在机翼间的2个圆柱形的吊舱和机内后端处理器组成，总重量大概在300公斤左右。它长4.85米，直径0.3米，可以让战术飞机摇身一变成为战术的电子战飞机。其功能呢，就是通过全频段的高功率干扰，让对方的雷达和其他电子设备瘫痪，无力呢为其导弹制导，或者呢是难以发现空中的目标。那么这次俄罗斯空军出动的这2款战机，可以看出来，他们在天上是有分工的。苏-30主要是携带反辐射导弹和反舰导弹，对敌方的军舰实施模拟式的硬杀伤。它可以瞄准敌方军舰，但是由于这艘荷兰军舰是在公海，不可能实弹发射，但是我模拟攻击就对你是一个威慑。而苏-4它所实施的干扰可就不是模拟的，而是实打实的采取的电磁干扰行动。据说呢取得了效果。荷兰人讲他的舰载设备被干扰了，这个消息属实不属实？应该说有它的道理，因为苏-4对海面上的军舰实施电磁干扰并不是第一次，而是已经干过多次了。前些年他就经常采用掠过对手军舰上空的方式对他们实施侦察和干扰。受到干扰的军舰并非只有荷兰的这艘护卫舰，美国的军舰也曾经被它干扰过。那么机载的电子干扰系统能有这么大的功率干扰舰上的电子系统吗？应该说是可以的，因为苏-4所带的机载电子干扰装置，它的发射功率比较大，不仅能够干扰空中的飞行目标，也可以干扰地面目标和海上目标。荷兰的舰载电子设备被一款老式的变后掠翼的战斗轰炸机所干扰，应该不新鲜。虽然它这个平台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产品，但是它的设备可是俄罗斯最新开发的机载电子对抗装置。这种电子对抗装置能力强，干扰范围宽，它将成为俄罗斯空天军在一段时间内对敌方各种空中、海面和地面目标实施电磁压制的一个利器。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